大家好，前几天呢，我做了关于支付宝绑定国外的信用卡或者借记卡，让你实现在国内这样可以去花钱。那你这样钱的话，也不用转回国内了你可以直接当人民币去花，是不是？这样是个非常不错的方式但是呢，我也说了200人民币以下现在是有优惠政策所以说支付手续费可以减免的。减免同时呢，你还可以赚取信用卡积分，对吧？然后又把给国外的钱可以透支，或者说把国外钱相当于转账回国了这样非常不错的方式那比如说看我25块钱，那么扣了3.44，是不是0元？但是我今天想说的话题不是这个我现在想说的这个坑的问题我遇到什么坑呢？由于这个美国银行这个入账时间呢，它是有时间差的比如说今天消费可能要第4天才入账入账之后呢，它会显示一个全称甚至它可以你看到有个美团北京BE阿里配是上海的后面还不太一样这个有些是 CHN 那看到的问题是在哪里呢？就这个这个东西Foreign Transaction Fee 就是国外交易费吧外国交易的产生费用多少钱呢？是 3% 3%你看 0.02 虽然说钱不多但是你的心里有疙瘩就是明明就是原本的话我是以为这个不会收这个钱的因为我本来是以为它这个是转换成了美元直接转换美元，扣的也是美元结果呢，它其实还是说你以后看清楚交易成币种显示这个就是你看到的币种看到的是人民币25块，那其实交易就是25块为什么我会犯这个错误呢？是因为别人跟我讲他没有这个外币交易费或者说货币转换费嘛严格意义上讲的话，它不叫货币转换费它叫外国交易费用这 3%。可能呢，它是第一个可能是根据你的币种也是收取比如说你的币种是非美元货币它收取，那或者说你不在美国交易也会被收取你要知道美国有50个州嘛我听朋友说有些地方比如说波多黎各或塞班岛可能也会被收取外国交易费虽然说他们也算于美国领土嘛，但是也会被收取那所以说这点也要考虑进去我为什么犯这个错误呢？是因为那个朋友他用的信用卡是 Capital One Capital One 这家信用卡呢，它全部是没有这个费用的没有这个 3% 的外币交易费的所以说导致我的一个误判那我原本以为是这个说是万事达卡组织进入中国有优惠政策免货币转换费免这个也不是说免货币转换费了，他直接把你的卡组织汇率算好了，直接从你那边国外银行卡扣对应的币种没有想到是这样子的原因所以说呢，现在我怎么办呢？现在只能我申请一张可以免货币转换费的信用卡好，那么我现在打开的网站是 Bank of America 是美国银行的网站这边的话只有西班牙语和英语如果说你跟我一样遇到这样的问题，或者说类似的问题你也可以说你的银行你找找看这种怎么去找这种免国外交易费用的那比如说这边我们 credit cards 然后点一下，然后这边会出来然后下面这个就不用了有些卡是为了建立什么积分或者说这个给学生用的我们就不用了我们就看前面几张好了我把它全部点开来它这些分类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是这个卡片呢是 cashback 的专门是专注于返现的卡片。比如说这个卡片嘛 no annual fee 年费没有年费，然后呢可以拍卡支付拍这个闪付一样的意思因为它是有芯片嘛。然后呢但是它没有写不免这个货币转换费其实是要有的没有写的话就说明是要有的往下拉这个也没有写那你看这个这个就写了这个的话但是年费95美金但是没有货币转换费再往下拉这个是有年费的但是550美金但是没有货币转换费都不行这是没有年费这是没有年费。好，我们看这个旅行卡旅行信用卡是因为有很多人去跑出去旅行嘛，所以说去海外肯定是会经常产生这种外币转换费的费用那所以说你选择旅行卡无论你在哪个银行，其实基本上旅行卡的这种免货币转换费的卡特别多你看这个卡就不错没有年费，而且没有外币国交易费，而且呢它现在还有个 offer 就是250美元的 offer你看多好这个卡那你再往下拉这个卡，这个的卡是提供这个600美元价值的 offer 95年费没有国外交易费
啊，这边的话也是没有国外交易费啊，年费我就不看了啊。那这个卡啊，这个是给学生的啊，这个卡是押金卡啊 ，secure 的啊，担保信用卡嘛，你就是里面充钱嘛，比如充个200、500，你看，这边有写出啊，200到5000你都可以存的啊，就是安全保障嘛，就是花是花自己钱，但是功能是跟信用卡一样的，没有年费和没有这个国外交易费啊。那下面这个也是不错的啊，阿拉斯加啊这个航空公司啊这个卡，也是没有货币转换费的啊，也类似啊。这个精神航空吧应该是啊，这个好像没写啊，没有免啊，这个不管它了啊。那下面的话，比如说这种旅行啊，这个没有写啊，那就是肯定要收这个3%的啊。那下面这个Air France 啊，就是应该是法航吧啊，没有国外交易费用啊，89年费啊。这个是皇家加勒比啊，这个邮轮的啊，因为这种卡的话，这种联名卡的话你可以获得这种积分的话，可以兑换这种邮轮上去旅行，没有年费啊，包括没有国外交易费，反正这个没有啊，也是没有的啊，这个都是邮轮。好，这个是低利率的卡啊，低利率的啊，那个卡啊，只是没有年费，但是还是要收3%的这个国外交易费啊。啊，这个板块的话，其实有些卡已经重叠了啊，所以说不看了啊。好，这个卡的话是credit card 啊 ，credit cards to build credit， 这个卡是什么呢？就是押金卡啊，押金卡的话就是帮你建立一些信用的啊。那么这个卡的话都是，那如果说你刚刚办的话，办这种卡比较容易通过啊。那如果说没有 SSN 呐这个卡，那你就只办这些卡嘛啊。你看可以办这个卡，办这个押金卡啊，没有货币转换费的啊，那这样比较方便啊，刚好。支付宝啊，消费的话还可以帮你啊。你可能要问了，如果说你作为一个 NRA 身份啊，就是非美国居民的身份申请这些信用卡，包括你自己已经有卡了啊，已经有卡的情况下，像我这样子啊，那么你想申请啊，这个怎么申请呢？只有2个办法啊。如果说你手机 APP 像我这 APP 打开之后，我点开来啊，他说这个不允许申请啊，现在不可用啊。那不可用的告诉我维护了这个，其实就是因为你没有 SSN 的原因啊，那不可以申请。后来我尝试电脑申请啊，提示一个错误。电脑上申请呢，它会有一个提示啊，就外国人嘛，非居民的外国人申请啊，他说啊，必须要么你到这个当地的财务中心，就是一个银行网点嘛，或者说打电话这个参考号码参考优先号码这个是我这个参考号码我还不太会用啊。就2个办法啊，要么电话打，要么就是财务中心去线下办卡嘛。但线下办卡的话有个不好啊，就是你的那个 offer 啊，刚才我说的不是 offer 嘛，就是200美元、500美元的 offer 啊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呢，你要办卡的话，我觉得还是办一张押金卡，先办押金卡吧。offer 的话可能就是没有了，或者说你现在如果有信用卡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或者说你办不了信用卡的情况下，那么你再办个押金卡只能这样子啊，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国外交易费用嘛。